对，因为我看到林医生，对啊，因为我们有就是社群上会互动嘛，我看你发文，我看你为了这个不是只有当天就是要到那个时候才去，你好像有去兰屿一阵子，对不对？对我就是从2023年开始用这个跆拳道协助东青国小那个教练的经费啊，还有包含采购一些设备啊，他们的这个电子袜啊、品饰服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兰屿。那2023年。兰屿是我离岛最后一个拼图，我就觉得有时候是老天的安排，就是出现了这个教练，然后什么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所以2023年到现在到今年，我可能已经去了6次了兰屿，然后就是因为有这样活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办基金会的活动有时候其实事实上觉得是在帮助别人，但是其实某一方面也是成就自己啦。就是兰屿这个偏乡的离岛，对我来说是从来没去过，现在变成是我去最多次的一个离岛，那我觉得蛮好的，对。那医师，那其实你执行过这么多的我们讲圆梦计划好了，那你有没有从当中有没有特别有哪一个就是小朋友或者是他的改变让你是非常有印象的？好，就是我觉得偏乡圆梦计划其实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偏乡的原住民小朋友，那里面包含就是你讲如果说最有印象的是我们2023、2024的时候有跟这个台东的这个雾鹿国小，还有力道国小，他们其实以前是2个国小，但是因为人数变少的时候，现在就合并，所以哪一个人数多的时候，有时候是雾鹿国小、力道分校，有时候是力道国小、雾鹿分校，对，这有时候不一样。那里面当然它是一个在南横上面，大概从台东开到南横的路口，大概还要开1个多小时，然后南横的路口再到这个学校，大概又要1个小时，所以它其实蛮远的哈，蛮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跟当时的学校合作，我们有做了一些音乐，那当然还有一些音乐人啊，比如说像马永恩，他就是一个原住民的歌手，那他也协助我们可以教这边的小朋友的一些乐器啊，还有一些他们的体育的训练。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很没有自信，然后或者是因为隔代教养，他的爸爸妈妈其实没有常常陪在他身边，他接触这些包含音乐或者是体育的机会很少，所以慢慢的他开始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有自信，然后就是跟人家讲话的感觉都不一样。那现在这个小妹妹已经毕业了，她现在念国中，我们就可以从她身上看到很多的改变。那同样的，在兰屿的这些小朋友，我们2023年介入之后，也是很多的家长，包含刚开始我们办活动，这个跆拳道教育训练都还要这个校长跟教练去家里把这些小朋友带来，到后来他们就是因为等一下6点要训练，他们5点半就已经坐在那边等的，教练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练习或者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改变，就是从以前就是整天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下课了之后无所事事，到后来他们有了一个目标，然后愿意有期待，然后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后来甚至他们还会带自己的弟弟妹妹就是带年轻一点的小朋友，我就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不一样，特别是品格的部分呢，我觉得蛮好的。对，那林医生，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有没有人，好，无论老师或是这些小朋友，然后亲自跟你讲，然后让你很感动的一个时刻？有，其实很多就是像爸爸妈妈有跟我们分享，但因为我毕竟没有一直去那个地方，有时候都是透过校长或者是教练跟我讲，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会分享，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现在他会常常听到有一些会有这个亚斯伯格啊，或者是有点自闭症，他本身相对情绪控管没有那么稳定，但是他借由透过这个跆拳道的训练，他其实事实上整个人散发的自信，还有就是他的情绪的稳定，还有甚至他跟家庭的关系都变得比较好，学业也变得比较好。因为有时候大家还是会对小朋友就说，你要功课写完要念好，你等一下下午晚上才可以去学跆拳道，就变得有时候学习会变得蛮主动的。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原住民的兰屿的爸爸妈妈跟我们分享，我们就会觉得哇。确实，我们一点点小这个跆拳道的活动，就可以让这些小朋友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学习上面，大家都会觉得运动的小孩不会变坏，这是真的。对，因为念完书再运动嘛。对，然后运动完很累了，就回家睡觉。对，这是真的。所以某种程度也算是你给这些小朋友一个动力，就对了。
对啊，其实就是人生活的有时候也要有目标嘛，就跟我们其实做这些事情也是觉得，钱你把它花掉也是花掉，但是把它拿来做善事，不是说自己有多伟大，而是说这样子的行为行动有时候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再来就是我们也确实能够帮助到这些偏乡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OK， 对，那善的循环 ，OK， 很棒，很酷。那就讲到这边，其实我们这个运动 DNA 的朋友们也会好奇，那如果他们也想加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在征所谓的志工吗？有，我们所有的活动，因为我自己这个成武慈善基金会有一个网站啊，那当然我们也有所谓的脸书啊，或者是 IG 的粉丝团，那上面都有所谓的捐款账号，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捐款的话，也都可以用这种捐款的方式来参与这个活动。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每一分钱都是花费在这些小朋友身上。那当然捐款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一起来参与这个志工的活动，甚至我们都非常鼓励，因为我都是做偏乡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会很鼓励都市的不一定台北、台中、高雄，或者是我们这些比较都市化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啊。都市的小朋友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偏乡小朋友原来是这样长大的，偏乡小朋友也从来没有看过都市小朋友是这样长大，所以同一个年纪7岁10岁的小朋友，他们的生活背景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交流其实非常的有趣。对，所以我们也很鼓励这个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我们基金会的活动。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啦，不一定都是在偏乡，包含我们有时候会跟罕病基金会合作，然后也有办，像我们今年6月就上个月才办了一个这个路跑的活动，就越野路跑的活动。那当然有一些罕病的小朋友，他们也会参与，罕病的家庭。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正常健康的小朋友，他们也是学习要跟罕病的小朋友做互动，然后能够接纳不一样的小朋友。我觉得这个在他们学习都是蛮好的。那一是想问，就是那在这个基金会，这个有没有什么运动领域可能是你之后新的规划，或是正在规划当中的？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偏乡来活动啦，所以我们规划的这些活动，当然都是第一个一定是小朋友有需求的然后再来第二个，就像我刚刚说，因为我们基金会没有那么多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四处派教练啊去怎么样，所以当地的学校老师特别是校长，还有就是当地可能有心协助这些小朋友做的运动，比如说像我刚刚听到正如也有到一些偏乡来教小朋友打篮球，就是先有这样子有新的人士。那当然我们基金会能够做的就是协助经费上的筹措，还有再来就是设备上的这个捐赠，我们都希望这样子的捐赠能够更有效，不是说单次性的，它是可以长时间的摆在这个学校里面，然后它可以不止让这一届的小朋友，甚至能够给几届的小朋友来运用。那我们可以来做这个设备上的更替跟轮换，这是一个达到一个比较长期的效益，而不是只针对几个小朋友，针对单一次的活动来做赞助。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希望比较细水长流一点点。对。那林医师，我想也是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慢慢的你这样累积起来做了好几年嘛，大概有5年、5、6年。对，那其实你这样慢慢累积，一定会有要扩大的时候。那我不晓得对你来说，你自己好，当然现在还没达到啦。对，但我不晓得说对你而言，你自己内心里面有没有想过，未来扩大的时候，他想要长成什么样子？你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讲这个会有一点点，这不一定是我的初衷，就是说我不是说我想要帮助这些小朋友，将来不一定变成一定是运动健将，但是在他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一旦自信的建立，他将来学习或者是他不管从事任何行业都会比较好。那我自己也是很期待，就是说哪一天我从小栽培的一个小朋友，他有一天可以变成国手，然后奥运拿金牌，当然是真的有，我觉得一定会有机会。因为我们这个花莲的那个家里运动跆拳道训练站3级训练站，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是世界杯的国手了，就是青年国手，对，而且是世界杯有拿金牌的，所以他应该真的未来的1、2、3年，如果跆拳道还是有在这个奥运的项目当中，
是真的是有机会啦。对对对。那时候医师就要花再买机票飞到，对，我一定要去的。对，不一定要先从亚运，我觉得就很快啊。有啊，他们现在不止亚运，世界杯也都有拿到金牌，都在那个。上次好像是不知道是在中东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忘记哪里。那个教练有跟我分享，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好有画面哦。对啊，就是你在这很像，就像因为我也常看很多运动的那种启发啊，包含运动员，像正如之前有做过嘛，也去给一些正在也不能说病患，就是可能他在生病中的一些小朋友加油打气。这样 NBA 真的很多大联盟，然后去加油打气。然后像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Anthony Edwards 灰狼队那个，他不是有一个小朋友 cancer 嘛，但是他今年宣布，对，他就给他一个手环，所以他戴了。然后他是在今年，我记得在第1季还是第2季宣布他就是化疗 cured， 对 cured， 对。然后他宣布他那个，然后他有回去给 Anthony Edwards 看，然后我觉得那个故事就超棒的。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家里训练到有一个我们刚开始赞助这个训练站的时候，他才小学6年级，也是矮矮小小的，然后后来青春期啊，长高啊，长大。然后现在是已经高中了，然后就是一个女孩子，就从刚开始身材跟人家差不多，然后到现在已经在世界杯可以拿下金银牌，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人家看到我都会李医师，你又来看我们了，怎样？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对。会不会以后有人立志一样要跟你一样当医师？对，比方有时候他们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练啦，教练带他们如爸妈。我说老实话，他们视这些选手如自己的孩子，就是。其实他们都是无偿在教这些小朋友的，因为他们白天就是学校会有教练的薪水，但是这些训练站通常都是下课后的，所以他们对这些小朋友真的是无私的奉献的，因为他们其实晚上的训练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而因为也是有这些小朋友的好表现，所以我们家里训练站的志腾教练，还有祥平教练，还有一个是香盈教练，3个教练现在其中有2位都入选国家队的教练，所以他们有一起参与这些小朋友的成长。所以有时候教练他就跟我们分享，以前自己拿不到金牌，现在真的希望这些小孩子帮他拿回一面金牌。对，我觉得就跟医师的工作很像，就是赋予他们另外一种新的身份或者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让他可以发光发热的一个表现，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也是从中学到很多。那林医师，你会不会除了刚刚提到包含资金啊、经费、硬体设备，然后也提供他们一些跟医疗相关的知识？目前说老实话还比较没有啊，因为我本身是这个妇产科，你还是可以跨。不过我最近开始学那个运动医学，因为我现在对于这个就是抗老比较有兴趣，然后就是人要活得久活得老，运动这个占很大一部分，所以我现在开始修这个运动医学的学分了，我希望1年多后能够拿到运动医学的专科医师。那这个我想大概应该以后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跟着一起去亚运啊、奥运的那种随行医师，搞不好哪一天你就会看到我。那又要再请你来跟我们再聊一些。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对运动真的还是很有兴趣，就是从小到大都是一直都很有这个兴趣。我想凭林医师的聪明才智，这个拿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好不好？没有。对，然后当然我们运动 DNA 也蛮多朋友，然后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就是这些资源我们也可以协助啦。谢谢。对，真的是有。那讲到这边啊，也想要就是刚回到我就很好奇，还是兰屿那一趴，因为林医师有去，然后因为我们在开录前也有聊到是达悟族嘛，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去那边你有学到什么达悟族的话吗？达悟族有啊，比如说谢谢叫做阿尤伊，对阿尤伊，再见就是米古难。对，我只会这2句。对，这次看能不能去再待久一点，可以学更多。这次要去1个礼拜。对。OK。但是我觉得深入，就像讲到的，就是深入到到那个地方，然后我相信那个感受跟收获一定很不一样。对，像我们这次办的这个跆拳道比赛，7月10号、7月11号，我们因为是夏天嘛，所以我们会把比赛办在傍晚。
就是下午5点开始，可能到晚上9点，所以包含学校的灯光，本来学校没有灯光，也是因为我们办了这次活动，我们用我们的经费帮学校设了一些灯光，还有一些比赛，所以他们那个操场，所以如果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学校它是依山傍海，就是那个学校前面就是海。就一个码头，后面就是一个山，所以它那个操场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我有机会我再 share 给杰哥看。对啊，然后白天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文化的交流，所以白天这些选手他可以来看看什么是拼板舟啊，拼板舟，尤其上个礼拜。达悟族才特别完成了过去这300-500年已经断的东西，就是他们划拼板舟，从这边划到这个菲律宾的巴丹岛，从兰屿划到巴丹岛，大概是我记得是几百公里吧，然后划了1-2个礼拜，就是那艘船上，就在船上，他就在船上。对，大家可以摄取一下这个网友这个新闻，也就是在船上，然后轮流划，就是有人睡觉，有人划这样子，对，那个拼板舟大台的，我记得是30-50个人。对，就直接划到菲律宾去，大家可以上礼拜的新闻而已，可以300-500年，所以他们计划这个原本就有计划。对，以前有这样子的传说嘛，但是从开始有了之后，就已经没有人这样完成这个创举，那大概上个礼拜才完成，所以大家可以摄取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就知道的就是拼板舟，还有就是地下屋，因为兰屿东北季风很强，所以晚上不是晚上，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风很强，所以他们都是住在地下，比较不会被这个房子被吹坏啊怎么样，所以有地下屋的文化，还有他们的饮食，很多的文化都蛮不一样的啦。所以我们除了傍晚有这个比赛，白天我们会安排一些文化导览，刚刚说的拼板舟、地下屋，甚至请当地的耆老跟大家分享。包含刚刚教大家讲米古娜呐，这个阿尤语啊，这些一些兰语的话，一些文化，我觉得这次都很好啦。因为我们知道日文叫撒尤娜娜，对啊，知道韩文的阿尼亚哈塞尤，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原住民也是我们文化之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办一场活动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对，这样已经不只是一个运动赛事了，而是就像你讲的文化交流，而且是我们自己台湾算是怎么讲人民之最。对，虽然兰屿。对啦，我也没去过。对啊，所以这样，马上帮你买机票，志工报名志工。对。所以林医师过去是要坐飞机。最快当然坐飞机嘛，对，坐飞机坐船，但是台北没办法直飞啦，就是你要先飞到兰屿，然后先飞到台东，然后再从台东再飞去兰屿。所以要转是那个螺旋桨那种。它只有20人，你在台湾应该没有坐过这种飞机，它就只有飞兰屿跟绿岛，叫德安航空。对，就只有一个然后只有20人坐，就是一台飞机就只能20个人这样，对，20个含驾驶，所以只有坐18个人。哇，那他一天有几班？不一定，夏天旺季比较多，7-8班吧，这样子。OK， 所以你刚刚讲7月10号、11号，那边会不会全部民宿都住满人了？有，几乎这里我刚刚说，因为我刚刚说兰屿只有2-3千人，但是我们这次办了一个200-400人的活动，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是把所有民宿都包下来了。对，这变成是一个全岛的活动了，蛮有意义的。OK， 对，会有直播吗？直播目前是没有，自己手机拿起来直播。但你会有随队摄影，然后记录这样子吗？会有，当然。那我相信，对，虽然听得很就是这样蠢蠢欲动，但是可能那没要到那边的话，我相信还是可以透过林医师或是你的基金会的那个社群。对，当然就是不一定要参与我们基金会的活动，这只是一个起头啦。但是台湾还是有很多的在地文化，值得大家去好好走一走、看一看。对。那这个活动是今年最大的吗？对，这是等于我们1年会有一个大活动，这个算是我们今年的大活动。这应该也是兰屿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开的活动，这是真的。对啊，所以那我真的觉得你需要一些政府或是运动部的一些。我们有申请一些经费啊，有这个我有请校长他们申请经费，包含这个乡公所啊、台东县政府啊都有蛮支持的这样子。OK。那我不晓得林医生，我不晓得你们基金会已经在规划明年了吗？有下半年会规划明年的活动。对，当然是说如果就是如果说有想要一起合作的，或者是一些偏乡的学校或单位。这个如果有需要资源支持的地方，随时可以跟我们基金会提出，然后我们会评估，当然是对小朋友有用处的，这个是我们优先考量，这样子。
对，有曾经跟哪一些知名运动员合作过吗？有啦，也有运动员哦，就是大部分目前是教练啦，这些的，对 ，OK， 对。那我们希望正如有机会，不，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们运动 DNA， 我们也蛮多，你知道运动员朋友们，真的是有机会，对，因为像你要讲到跆拳道，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对，他也曾经拿过金牌。哦，真的。对，他姓朱。我希望对之后有机会也邀请他来我们节目聊一聊。OK， 好啊，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来我们节目，然后除了分享一些我们对于产妇的一些知识以外，那当然还有他自己对运动的热爱，以及基金会的一些使命跟在作业的一些活动等等。那我相信未来可以请林医师考到之后马上跟我讲，对，分享不同的，因为我们可以介绍你可以有好多不同的运动，对，我们也蛮多朋友应该也很需要你这种专业这样子。谢谢 Jack 跟正如，谢谢。好，那真的很开心邀到林医师，也谢谢你。那我们下一次希望能够再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好，谢谢。有些孩子不是缺少努力，只是还没带去一个能让他相信自己的地方。当世界被打开的那一刻，梦就不只是想象。比赛会结束，但看过的世界不会。当一个孩子开始相信自己，他的人生就已经领先了。欢迎订阅运动 DNA， 无论你是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或是其他平台，按下订阅，每周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运动教会我们的事。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搜寻运动 DNA， 留言分享你怎么用运动开启孩子的世界。运动 DNA， 我们下集见，拜拜。